你不好奇我的脸？在我眼里，所有男人都只有一张脸，那就是人民币。不愧是被晋城4少玩过的女人，味道确实野。那你敢尝吗？不是早就已经尝过了吗？草莓味儿的。你是谁？我是你男人。要不要做错事？不用，我不孕。好的，姐姐。为什么他会叫我姐姐？难道不可能？你现在这样是在回味？还疼吗？不疼，我们再来一次。姐姐，于朝，难为您还记得。你是晋城大少？是的，姐姐，当年甩我的时候，没想到会有这一天吧。姐姐，你真的要丢了我吗？我和你只是玩玩，别太认真。所有都只是玩玩吗？对，你只是个贫穷男大，除了身体，又能给我什么呢？如果没有如果，这些日子我玩得挺开心的。再见了，漂亮弟弟。于朝，对不起。意外吗？后悔吗？作为晋城出了名的爱攀高枝的金丝雀，却错过了我这只高枝。姐姐，你这是被鹰啄了眼呢。我这不是攀到了，3年了，你更有劲儿了。既有钱赚，又能让我的身体开心了。于大少是什么男菩萨？交易结束。
喂，考虑一下，要不要当我的情人？1个亿买你1个月，毕竟1个月之后我就要结婚了。头都不带回的，漂亮。盛清野，你怎么在这儿？盛清野，我和你说话没有听见是不是？楚望，我们已经分手了。哼，姐姐，你不要怪楚哥哥，都是我的肚子太容易受孕了，偏偏怀上了楚哥哥的孩子。楚哥哥也是为了对我负责。哼，我没有你那么下贱的妹妹。哎呀，为什么不能大方一点儿？当初还是你觉得冰冰可怜，认她做了干妹妹，如今不过就是她做大你做小，你怎么就不行了？再说是你被查出的不孕不育在先，我们楚家可是豪门，怎么可能要一个没有生育价值的女人？盛清野，你别忘了3年前你爸破产跳楼终身残疾，你妈逼你和老男人睡觉，是我把你从泥潭里拉出来，才让你有了今天。离开我你将一无所有，继续去和老男人睡觉，你自己想清楚了。哼，楚望，怎么？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我已经不需要你了。你说什么？你也别忘了，外人都叫我潘高枝的金丝雀，我最会的就是勾搭男人。当初你救我，难道不也是为了我的色？脸蛋长在我身上，我还不能换个男人？放眼整个京城，还有哪个男人比我更优秀？切！小爷我算吗？这不是刚刚回国公布身份，人称于小爷的于朝吗？于小爷啊，有失远迎。哼，不知道于小爷下榻我们酒店做什么呀？来酒店还能做什么事啊？当然是做爱。做的事儿。哎呀，于小爷这是怎么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明明不是第一次了呀，但疼的却是我。哦，你们先聊，我还有事。真服了，也不知道傲给谁看。于小爷前面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和你很熟吗，老四？这于小爷什么意思呀？如果不是他突然回国，公布了身份，还扶持了2个家族，你也不会从京城大少变成京城4少啊！楚哥哥，他是不是在故意针对你啊？楚哥哥，你说昨晚和于小爷共度一晚的女人，会不会是盛姐姐呀？给我查查，昨天晚上盛金野和谁开的房？
给我查查，昨天晚上盛金野和谁开的房？回楚少，盛小姐昨天没有入住登记，应该是她的男人登记的。查监控。对不起，昨晚酒店监控全部失灵了。什么？怎么会这么巧？楚哥哥，你说我说的会不会是真的呀？不可能！我虽然怕传染脏病，一直没有碰过盛金野，但外面的人都知道他是我的奴啊。于小爱不可能去当接盘侠，离开了我，盛金野只配和又脏又臭的老男人睡觉。也是，而且我听医生说，姐姐并非先天不孕，而是打胎数次造成的。你说真的？嗯。果然够脏的。还是楚哥哥冰清玉洁，没有被他染指。把盛金野和于朝给我拉黑，从此以后他俩休想住我楚家的酒店。拉黑盛小姐可以，但是如果此举迎来于家的反制裁，那又怎样？晋城有999家酒店，如今998家都是于家的，一旦反制裁，你可能会无处可住。什么？怎么会这样？楚哥哥，于小爷才回国不到3天呀。他有病吧？我又没惹他，针对我干什么？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我得找他当面问清楚。缴费。哦，谢谢。哦，你能帮我查一下还剩多少钱吗？顺便帮我打个单。请稍等，还剩670万。670万，不是只有100万的吗？我说的是100万一次。如果我记得没错，昨晚我们一共7次。7次？你不要乱讲。害羞了？我怎么记得你昨晚不是这个样子啊？还是说，盛小姐在熟人面前就显得拘谨，只有在陌生人面前才放得开呀？别急嘛，电话没换，缺钱了再联系。不必了。我是来开止疼药的。自从3年前他父亲跳楼变成了植物人，他就一直独来独往的。请问您是他男朋友吗？不是，我是他男人，一直都是。爸，我来看你了。你怎么来了？你是看我和楚王分手了，来看我笑话的吧？我知道你不想见我，可是你别忘了，如果当初不是我逼你一把，你也不会去求楚望。没有楚望的帮助，你爸爸的公司早就倒闭了，根本就撑不到现在。你什么意思？3年了，你都没有把公司经营起来，你还不明白吗？你根本就不是那块料，从小就不是。当初我和你爸爸离婚，选择你妹妹，是我做过最对的选择。200万，我可以收购你的公司。哼，
你还是那么精于算计。不精于算计，我也不会走到今天。事实证明，甩掉你爸和你2个拖油瓶，我的日子好过多了。滚！你说什么？滚！盛金野，失去了楚家的庇护，你的公司会立马树倒猢狲散。现在必须要有一个人稳定军心。今天200万你不卖，明天只会有更多的损失。我可是你的救命稻草。哼，是啊，你是我的救命稻草。可你别忘了，没有你，我就没有活可。你好啊，我和你妹妹当初离开可是什么都没有，公司是盛家的财产。你难道想一个人独吞吗？要么赔偿我们1个亿，要么把公司200万卖给我，你自己选。哼！爸，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这样躺着挺好的。毕竟这个世界太肮脏了。喂，金野，公司出事了。什么事儿？老股东煽动公司架构集体叛变，如今不仅离职大半，还要退股走人，咱们的业务线全部都瘫痪了，我们要支付巨大的赔偿金。好，我这就来。盛金野，我看你这次会不会屈服？哼！这车怎么好像是于朝的车子？难道昨晚他和依然的订婚宴推迟是因为盛金野？不可能！当初盛金野背叛了于朝，于朝如今绝对不可能回头要盛金野这个二手货的。总裁，他算什么总裁啊？夜总会的总吗？看他穿的，简直像个舞女，丢人现眼。请注意你们的言行。哼，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没有了楚少，他算个屁啊！你，珊珊，不用理会他们。有些人呐，就是没有这个命。你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们今天是受人唆使，想要逼空我的公司，逼我贱卖。但是我既然能离开楚望，就更不需要你们了。这3年，我也忍你们这群饭桶很久。你说什么？珊珊，清点一下，欠他们多少钱，我赔。是。他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硬气啊？难道他有了更硬的后台？更硬的后台，那只能是晋城3少之一了。我还是不退了。那我也不退了。我们也再观察观察吧。你们真的是庶子不足与谋，居然对一个舞女抱有希望！你们就等着看吧，他盛金野绝对没有翻身的可能。张董，你已经不是盛世的人了，你的股份3天内会到账，请你离开。好，3天之内，你们要是还不上钱，盛世就等着易主吧。我们要赔多少钱？金野，你刚刚说那番话把他们都唬住了，很多人都不退了，只有张董执意要退股。不过他是集团最大的股东，我们要退他2000万。2000万？金野，你刚刚是不是在撒谎啊？楚家势力那么大，哪怕是晋城3少，也不敢和他们作对的。这件事情你不用管，我来解决。我一定要守住我爸爸的产业。3年前我们输了，这一次我们绝对不会再输。好，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谢谢你，珊珊。这些年风雨无阻的陪在我身边。傻丫头，说什么傻话呢？要不是你，我现在还在酒吧卖酒呢。行了，我先去工作，你不要总是一个人扛，有事叫我。去吧去吧。电话没换，缺钱了再联系。一晚上14次，做吗？一晚上14次，做吗？你想死就直说，当我是吕燕。哎呦，圣经爷你在干什么？都说了不能再祸害他了，就算他是京城大少爷也不可以。再说了，他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们已经没有可能了，只能我自己去想办法了。怎么了？大家都出来玩的，干嘛那么不开心？心压抑了？这个狗女人又不回我消息，她要是再敢把我拉黑，她就完了。谁啊？居然敢不回我于小爷的消息？一个仗着自己长得好看就为所欲为的女人，能有多好看？再好看也不可能有楚老四甩掉的那个小奴漂亮，那才是真好看。怎么了？你最好给我闭嘴。楚哥哥，这家酒吧是于家开的，说不定我们在这儿能碰见于小爷呢。对了，楚少，你能不能把你家那个小奴叫来？你不想要了，兄弟们还想尝尝呢。你们确定吗？我姐姐的需求可是很大的呀。哎，怕什么？大不了哥几个一起上嘛！啊！楚哥哥，要不把姐姐叫来，给你兄弟们发发福利。反正他不是正缺钱吗？行。这不来了吗？这不来了吗？我就知道你离不开我这根高枝，这才不过1天，就这么屁颠儿屁颠儿的跟来了。不对呀，他手上拿的是有缘灯。楚少，看来他这次来不是来找你求复合，而是要待价而沽，找个有缘人去点灯啊。刚被我们楚少甩了，就来找男人，看来需求很大嘛。姐姐的作风是这样的了，我最了解她了。盛金野，你还真是迫不及待啊！不让你当大房，就想换金主，哼！这么不想待在我身边吗？楚哥哥，人家肚肚有点疼，你不会是舍不得了吧？哼！哎，怎么可能啊！她这么一个不会生育的脏女人，我楚家才不会要呢。还是楚哥哥最理智了。既然楚少都发话了，咱们去看看。哼，哟，点灯呢？多少进展呢？怎么是你们？走开，不要影响我做生意。盛金野，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我这些哥们儿会。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脸这么大呀？盛金野，你惹到我了。今天你的生意我做了，给我走！放开！我去，这妞不错呀！于少，快看怎么样？
盛金野，他手里拿的是有缘灯，看来是待价而沽啊。小爷，要不要买来尝尝？居然敢出来找别的男人，盛金野，你胆儿够肥的。放开！告诉你，我跟谁做生意都不会跟你做。别装了，故意制造机会跟我偶遇，还穿成这样，不就是来勾引我的吗？哼！你想多了，我都跟你说了，我已经不需要你了。我不信，你舔了我3年，如果你真的找到男人，会到这儿来点有缘灯。如果你想引起一个男人的注意，恭喜你成功了。楚哥哥，你别中计了。松开！我不松，我肚肚疼。盛金野，你要不跟我走也行。清场！喂，楚少要办事儿，怕死的都给我滚！你想要干什么？当然是你。你干什么？松开我！松开！住手！于小爷，敢动小爷的女人，你们活腻了。他怎么在这儿？太好了！他的女人，于小爷什么意思啊？你耳朵聋了，还是智商不够？你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我新找的男人。你开什么玩笑？怎么，看我找了一个比你帅还比你优秀太多的男人，现在你还觉得我非你不可吗？不可能！你有什么资格攀上于小爷？可他就是攀上了，而且攀得很紧。亲爱的，还不赶快来到你男人身边？好。于小爷，如果盛金野真的是你女人的话，那他为什么会点有缘灯？该死的，我们盛家的名字是你能称呼的吗？楚哥哥，闭嘴！刚睡完就出来找男人，这么耐不住寂寞。既然这样，你的灯我点，尤其只有我可以点。刚刚就是你在骚扰我的女人，开干！
敢不敢欺负我们嫂子啊？你不能打我，我肚子里有宝宝。保你妈个头啊保！我们能有个嫂子容易吗？再敢多嘴，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的孽种重生？楚哥哥，快救我！人家流血了。你楚哥哥流的血可不比你少，还你全是吧？服不服？我服，大哥，好，我松。楚少，我告诉你楚啊，现在晋城是我们于小爷的天下，他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得死，再敢碍眼，信不信让你老四都做不了？滚！我们走。这俩人嘴上长磁铁了。嘘。我们该回去了吧？可不可以不回去？啊！我的关羽不同意。于超，你是不是没看手机？啊！没错，我就是。你什么时候回我的？说好的14次，少1次都不行。你等一下，我还没洗澡。我不嫌弃你啊，不过你下次能不能吃点橘子？我想换个口味儿。你。乖，这第3次了。金野，你怎么还没来公司啊？张总他们已经堵在集团办公室门口要钱了。不是说3天后吗？现在是3天后啊。什么？你说我睡了3天3夜？你睡了3天3夜？金野，这3年你不是一直都失眠吗？怎么这种时候睡得这么香啊？哦，可能是我太累了吧。累？哦，那个珊珊，先不说了，我一会儿就到啊。几次？10次。13次。不要了，我好累。累了就睡，说好的14次，少1次都不行。意思是，他在我睡着后还……腰好疼。我记得3年前他不这样啊，明明还很青涩的。也对，反正是要快结婚的人，也不可能没有和其他人做过。内衣呢？喂，于潮。姐姐，你终于醒了。我的内衣呢？烂了，垃圾桶里的。你怎么这样你？所以我不是赔了你一条吗？你的意思是，
让我穿你的？不穿我也没意见啊。我还有事儿，姐再见。喂，喂，报复，一定是报复。可是时间来不及了，算了，穿就穿。啊！怎么又多了200万？姐姐太勾人，没忍住，多送了你2次。谢谢，您还挺大方的。不客气，您还挺礼貌。哼，不是，他怎么这么小心眼？我不就是把他甩了吗？而且他自己也有别的女人。算了，交易终止，以后再无瓜葛。盛小姐，你醒了。你是？我是小于总公司旗下的首席律师何兰。这是小于总让我在您醒后交给你的合同。没想到您睡了3天。我先看看啊。好。考虑一下，要不要当我的情人？1个亿买你1个月，毕竟1个月之后我就要结婚了。对不起啊，这个我不签。哎，盛小姐，小于总这3天都在医院，我见不到他，你不签我不好交差啊。在医院？他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会在医院里？哦，我刚跟他联系过了，他不会为难你的。抱歉啊，我还有急事，先走了。大家都别浪费时间了，我看盛金野啊是拿不出钱，夹着尾巴跑路了。难道真的是我们都猜错了？一群蠢货，连楚少都不要的女人，谁还会要她？你们真以为她盛金野是镶了金边啊？你2000万，你的股份，拿了钱你就不是盛世的人了。好啊，盛金野，你怎么？你骂我这么多句，我打你1巴掌怎么了？很公平吗？还有你们，谁想与他为伍，现在都可以滚，我有钱赔。好财大气粗啊！既然如此，那就把我的钱赔给我吧。我说过，既然你不愿意把公司卖给我，那就补偿给我和你妹妹1个亿。切，你也太狮子大开口了吧？不会是拿不出来了吧？你不是找到了更硬的后台吗？不会是拿得出2000万，却拿不出1个亿吧？哼，那是，除非他那个后台是假的。我要是不给呢？那我就只有跟你打官司了。官司期间，公司所有的业务都要停止，就是不知道你爸爸等不等得起啊？你够了！当初金野用公司抵押给你，只借了10万块钱救命钱，他这一生就求过你这一次，你都见死不救。现在金野好不容易让公司起死回生，你又要低价抢走，他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母亲？哪里来的野鸡？也有你说话的份儿！如果当初不是我逼他一把，他能有今天，我当然要收利息了。哼，那你告我吧。你说什么？既然我的退让让你无动于衷，那我们就一起深陷泥潭好了。反正这辈子我盛金也什么都怕，就不怕这个。盛金野，你妹妹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如果这个公司是他想要的礼物，你难道还不愿意松口吗？我知道你和你妹妹从小感情就深厚，所以又在外面认了个干妹妹。你不会连这点东西都不舍得吧？你小时候不是说过，
你妹妹想要的东西，你怎么样都会给她吗？小时候，傅四妹，你有体验过一夜长大的滋味吗？你之前嫌弃我爸是个失败的男人而离开他，他现在跳楼成了植物人，现在这家公司是他唯一苏醒的希望。我告诉你，这次我一定会誓死守护。好啊，盛金野，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捍卫你那可笑的希望。你们不要离开我好不好？妈妈，以后小野乖乖的，你们不要走好不好？姐姐不要哭，我有棒棒糖，是我最喜欢的草莓味儿，你吃一口就不疼了。于常，来了。姐姐再见，谢谢你。走吧。于愁，我们第一次相遇，你应该忘记了吧？不过，就算你当初你没有隐瞒身份，我们也不会牵手。像我这样的家庭，你们又怎么会接受呢？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身处光明，而不是被我拉入地狱。爸，我爸呢？盛小姐，对不起。我爸爸他是去世了吗？盛小姐，为什么？为什么生活要这样对我？我每一次真心想拥有的东西，他们都要给我摧毁，为什么？盛小野，爸，昏的。你哭了？玉朝，我爸好好的，我爸他还好好的呢。盛小姐，我方才话还没说完呢。您父亲被于先生转至高级病房，这些日子都是他在照顾。对不起啊，我们没告诉您，是因为于先生说怕打扰您休息。是不是吓着你了？对不起，我不应该自作主张。别怕，有我在，爸爸不会有事的。爸爸动了，他手好像动了。啊，真的？快去叫医生。你放心，会没事的。我爸病情怎么样了？还好你们发现的及时，这次的手术非常成功，病人醒来的几率也增加了5%。只有5%吗？你可不要小看这5%啊，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不过你们到底做了什么，竟然能够让他产生躯体反应？我叫他爸爸以后，盛小姐，看来你的父亲
对这位女婿还是很满意的。不过你以后倒是可以经常叫他爸爸，进行感官刺激，说不定对他的病情恢复有帮助。我会的。好。于朝，你跟我出来一下。哼。时间不早了，你该回去了。撵我走啊？爸同意了吗？于朝，你不要这样叫。我前女友的爸，我叫爸很合理吧？再说了，又不是我想叫的，是医生让我叫的。你要谨遵医嘱。于朝，你干嘛？陪爸睡觉啊。你……嘘，别吵咱爸。这人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居然真的在这睡了一夜。于朝，你不应该很恨我吗？为什么？一大早就如饥似渴地看着我，不好吧？一大早就如饥似渴地看着我，不好吧？不知道姐姐这次要睡几天，这么不受力啊？不会是好久没做了吧？于朝，我爸还在这儿呢。你忘了医生说的，爸需要感官刺激，也许爸喜欢呢。你别乱讲，我要去公司了。怎么了？哦，没怎么。还真是不受力。你干什么？带你换家医院上药，我可不想这里流传着我的威名。我说了我不去。怎么了？你就这么想保存于小爷我留下的勋章啊？哎呀，你不要乱说，反正我有急事，我要先走了。啊！不给我一个理由，你休想走。你是不是有健忘症啊？哎呀，你忘了，我穿的是你的。我的尺寸你穿了居然不往下掉。我已经知道了，你不用再自我介绍了。笨蛋，这算什么问题啊？我带你再去买一条不就完了？走吧。药开好了，没什么问题，以后多经历几次，习惯就好了。好的，医生，我一定会谨遵医嘱的。下一位病人。盛金野，你怎么在这儿？盛金野，你怎么在这儿？不会是来看妇科病的吧？于小爷，不好意思，刚才没看见你。我看你这眼睛确实挺瞎的。我们走。于小爷，给你一点建议，最好是做个全身检查。毕竟盛金爷以前是混夜店的，他可有脏病。谢谢你提醒。不客气。但我怎么感觉你身边这位更脏啊？你，我们走。
圈子里都传烂了，说盛京野被我玩得脏兮兮的。这于小爷怎么不挑不拣呢？难道他没病？怎么可能嘛，楚哥哥，这种事情不会空穴来风的。如果盛姐姐没病的话，她怎么可能抗拒爬上你的床呢？她就是因为心虚。难道你不相信我吗？姐姐的作风我最了解了。也是，我当然相信你。你是第一次，他呀都不是个处了。你们到底看不看病啊？哎，他俩刚才看的什么病啊？你是他什么人啊？我是他前男友。合着是个送外卖的。你什么意思啊？放门口就走了呗，所以你的前女友才会这么生涩，跟现任都撕裂了。你说什么？而且啊，人家干净的很，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不堪。我下班了，你们找其他医生吧。你什么态度？我要投诉你！盛京也是干净的，难道我误会他了？要不然还是检查一下吧，这样更放心一些。盛京野，你要是真有病的话，我现在已经没救了。你忘了，那23次我们都没带呢。你不用记得这么清楚吧？当然得记啊，我可是花了钱呢。还是再检查一下吧，毕竟你的命比较贵。就你这样还当什么金丝雀啊？盛京野，你还真是一点都不了解男人。嗯，在男人眼里，年少时用力喜欢过的人，永远只会纯洁无瑕。感动了。于超，你什么意思啊？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要你再对我动心一次，来弥补你曾经对我犯下的伤害。不会的，我非常清楚，我们只是合约关系，现在合约结束了。你舍得？金丝雀的任务就是攀高枝，现在的我对你而言，就是最好的选择。可金丝雀的准则是永远不能去攀那个会让自己心动的人。于超，我不想让自己再次被没有结果的痛苦淹没。谢谢您的橄榄枝啊，不过不必了。结婚快乐。盛京野，如果你心里一直没有我，那么这一次我一定会砍掉你心中的荆棘，让自己住进去。金野，珊珊，你这么着急做什么？给你这个，这是法院的传票，我们公司被查封了，而且告我们的人是云氏集团。云氏集团是晋城的老牌企业，势力盘根错节，我们根本不够看。可是我不明白，我们明明没有业务上的往来，他们为什么要和我们作对？因为云氏集团的总裁是我妈妈另嫁的男人。什么？而且他曾经是我爸爸最好的朋友。云氏集团最初呢，是我爸爸和云天祥一起创立，而如今我爸爸变成这样，也是云天祥一手造成的。我本以为他们已经善罢甘休了，没有想到他们只是给我喘息的空间，想让我这块砧板上的鱼肉变得更加肥美。他们怎么可以这样？你也是他们怀胎10月的女儿啊！女儿？在父子们眼里，我只是我妹妹的养料罢了。难道你就要这样妥协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养分被抢走，一点点枯萎。金野，你本该是一朵明艳火热的野玫瑰啊，你应该刺眼的绽放，而不是任由着自己凋零。你要是凋零了，这世界都不会有颜色。珊珊，我真的有那么好吗？当然，是你给我一份工作，让我有尊严的活着。这样的你，世界不会亏待你，正义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的。只要你愿意和他们斗，
我会陪着你，拿回属于你的一切。一切？一切。不仅仅是无忧无虑的生活，还有面对爱情的勇气。今夜，我想看你最美的样子，就像当初我遇见你的时候一样。好，既然你这么看好我，那我就试试。喂，盛金野，我送你的礼物收到了吧？收到了。怎么样？我说过的话，说到做到。我很喜欢。你说什么？喜欢？你说的对。如果不是你一次次的卑鄙相逼，也没有现在的盛金野，我应该感谢你。唉，你呀，总算是明白我的苦心了，也总算是明白你是一块不好雕的朽木了吧？如果你想通了，今晚天海盛宴，我等你过来签合同，顺便参加一下你妹妹的订婚宴。只要这个事情谈妥了，咱们还是一家人。你这个当姐姐的总要出面的。就这样，我等你。既然你说我卑鄙，那我再卑鄙一次又何妨？我一定要让依然坐稳于家儿媳的位置。怎么了，静野？傅慈梅打的电话，他说有空去找他签个合同，顺便去参加一下我妹妹的订婚宴。你不能去，金野，这是鸿门宴。去？为什么不去？不去怎么打翻身仗呢？怎么拿回属于我们的钱？金野，你什么意思啊？珊珊，你认为我的优势是什么？性感的大脑和聪明的眉毛。你的意思是？对，既然傅慈梅苦心经营就是为了她女儿的婚姻，那我为何不去勾引我的妹夫？既然她要摧毁我的希望，我就击碎她的美梦，这很公平吧？说不定这能让盛世起死回生，毕竟能让傅慈梅这种势利的女人如此谄媚，这个人一定不简单。他们都说我盛京也是一个杂草，谁人都想踩一脚，殊不知我早已长出了荆棘，谁敢踩我，我就让他们流出鲜血。妈，我今天这身衣服好看吗？好看。那和姐姐比呢？那当然是你好看了，你从小就比她好看，也更像我。妈，万一今天于小叶还不来怎么办啊？不可能，你爸已经跟于家协商好了，这于朝今晚一定会来。当初啊，我要不是看云雨两家交好，我也不会嫁给云天祥。我为你筹划了这么久，你今晚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放心吧，妈。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怕姐姐来了会抢走她。毕竟当初是你设计让他们分开的，又不是他们真的没有感情了。你放心，这于夫人怎么可能让一个攀高枝的小奴进家门？我今晚叫盛金野过来，就是想让他彻底斩断念想，让他看清楚他和你的差距在哪里。再说了，你可是他最疼爱的妹妹，你想要的东西，难道他还会抢吗？进城4少，楚少到。楚少年来了。楚少年好。楚少，您怎么来了？楚少。哦，想来就来了呗，怎么不欢迎啊？欢迎欢迎，这位都大肚子了，楚少断不可能是为了盛金野而来，或许是得到了依然要嫁给于朝的风声，过来和我们打好关系的。楚少，来这边请上座。不必了，今天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是不是有个人没来啊？他平时不是打得好姐姐的人设吗？谁说我没有来啊？
哎呀，申金野，你怎么这么好看？盛金野，你也太自恋了吧！我只是在陈述事实罢了。3年前，我在晋城崭露头角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土妞吧？楚少应该从来没用过这种眼神看过你。盛金野，你当着这么多人面勾引一个有妇之夫，你还有没有羞耻心？哦，原来我是在勾引有妇之夫啊！没办法，家族遗传嘛。你若是心里不舒服，可以问我妈。盛金野，你找我干什么？我只生了你，可没养过你。原来你心里清楚。够了，我看你是故意来闹事儿的吧？赶紧把合同签了，你就可以走了。叫我来的是你，叫我走的也是你。怎么，我是一条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野狗吗？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当然是来祝贺我妹妹的订婚宴。怎么，怕我抢她风头啊？姐姐，你人长得是行，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好看，应该是从骨子里的教养散发出来的。瞧你，嘴巴还是这么甜，又夸我。我确实由内而外的好看。我的座位在哪儿？一家人的主座吗？看来就是那儿了。盛金野，我不管你是什么目的，可是你别忘了，你爸爸还在医院躺着。你要是敢破坏依然的婚礼，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哼，我只不过是一个你看不起的杂草而已，怎么去破坏你最优秀的女儿的婚礼呢？傅子梅，你太自相矛盾了吧？哼，你说的对，你很快就会彻底明白你和依然的差距在哪里。新郎官来啦！盛金野，这是你自找的。这不是于小爷吗？他居然是盛依然的未婚夫，他不是和盛金野？这下有意思了。盛金野竟然把自己的妹夫睡了，他怎么这么贱？怎么了？我又没说错，医生都说盛金野撕裂了。要是于小爷能看上你，你爬床的速度比他快多了。楚哥哥，人家才不是那样的人。闭嘴，别耽误看戏。于超哥哥，这是盛金野，是依然的姐姐。认识。于超哥哥，你认识我姐姐？晋城出了名的金丝雀，楚望的前女友，当然认识。不知道今天是来找楚望复合的，还是来攀新的高枝啊？妹夫误会了，我今天来只不过是蹭顿饭。那就好，别的没意，但饿了一定管饱。哎，大家赶紧先入座吧，等依然的爸爸和于夫人到了，咱们就开始商量订婚的事宜。依然，你去坐于小爷旁边。好。盛金野，你坐这儿。我订婚，你凑什么热闹？这不是给于小爷庆祝一下吗？哈哈，滚！行，我坐旁边桌可以了吧？玉超哥哥，今天是我们的订婚宴，就不要因为一个不相干的人生气了，好不好？那就要看一看你姐姐的情商了。
于朝哥哥，你什么意思啊？谁招来的人，谁解决。你说是不是啊，盛小姐？这楚少啊，不是为了盛金野来的，他指定是听了外面什么风声。怎么，我让你的宝贝女儿给我道个歉，让我开心一下，你不乐意啊？怎么会？盛金野，你还不赶紧跟于小爷道歉？看于小爷这态度，应该是不会原谅盛金野当年甩掉他的事，这我就放心了。对不起。不够。于小爷，对不起。你这个样子，我怎么原谅你？过来，我告诉你应该怎么道歉。睡觉呢？不乐意啊？不乐意那就没得聊了。盛金野，于小爷让你做的事情你竟然敢拒绝，你摆什么架子啊？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确定？他如果说让我陪他睡觉呢？他如果说让我陪他睡觉呢？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姐姐，今天可是我和于朝哥哥的订婚宴，你在这说这种话合适吗？话是他说的，你们怎么不去质问他？你胡说！于小爷怎么可能是这种人？我看你是想男人想疯了吧你！我觉得他应该不缺男人吧，这胸口上的吻痕都还没消。我今天就不该叫你来，刚和楚少分手就有了新的男人，你怎么这么不自爱啊？真是有辱家风，你赶紧滚出去！于小爷，我们家依然和盛金爷可不一样，他很纯洁的。可我就是喜欢浪了，怎么办？于朝哥哥，这于家可是名门世家啊，作为于家的当家主母，应该优雅得体才是。当家主母？我看你想我们家钱想疯了。我依然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这豪门儿媳就应该是豪门家族的门面才是，这是门面？就算是门面，我怎么觉得这位盛小姐好像更好看一些？盛金野，你应该还有其他事儿吧？你可以先走了。为什么盛依然的结婚对象偏偏是于朝？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可是我发过誓，不会再祸害他。好，我走。如果我说不行呢？你停下来做什么？难道你要介入你妹妹的婚姻当小三吗？你胡说什么？要说小三，盛依然才是这个小三。盛金也是我的前任，他才是原配。于小爷，你说什么呀？你们不知道啊，看来盛小姐对我这位前任很是藏着掖着的。怎么会这样？盛金野竟然是于小爷的前女友。你不是说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吗？这里面一定有误会。盛金野如果真的是于小爷的前女友，他怎么会看得上你？你什么意思啊？楚哥哥，我不是这个意思。盛金野那么爱钱，
如果他真的是于小爷的前女友的话，那他怎么可能自愿放弃这棵大树呢？如果他真的是于朝的前女友的话，那他来找我，就不单单只是为了我的钱，而是我的人。盛金野，你解释一下，这究竟怎么回事？我去趟洗手间。要说小三，盛依然才是小三，盛金也是我的前任，他才是原配。这又是他，为了让我心动的手段吧。这是躲起来不敢见人了。曾经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盛金野呢？我说过，不会再对你动心，别白费力气了。你误会了，我只是想让一朵野玫瑰长出它的刺。然后呢？过来抢婚。你什么时候过来的？盛金野，你敢吗？曾经你为了你的亲情斩断了我们的感情，如今我要你为了我斩断你的亲情，你会这么做吗？我和他们之间没有亲情，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带着盛依然走了。那这么说，我比他们更加重要了，不是吗？于朝，我们不合适，就算你不介意我背叛，那你的家人呢？他们就不会介意吗？原来你想这么远。但我只是因为你需要我的钱，我喜欢你的身体，就这么简单而已。哦，那的确是我想多了。不考虑从前，也不遥想以后，就这个当下，你要不要我？我没。今天穿成这个样子，不就是为了来勾引你的妹夫吗？怎么见到我之后反而退却了？是我不够格吗？别碰我！连摸的机会都不给了，那亲总可以吧？疼。自己考虑一下该怎么处理，下次要再穿这么少，我吸得更狠。属狗吗？盛金野，你在干什么？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里是女卫生间，你偷窥狂吧？滚出去！你刚才和于朝在卫生间里干什么？你俩做了？不是所有男的都像你一样快。这什么？手给我拿开我看看！少在这发神经病，有病就赶紧去治。你敢打我？我打你怎么了？随便动女性胸口，你已经犯法了，我可以告你，你知道吗？
就算治不了你的罪，我也会让所有人知道，你楚少是个流氓。行，沈金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跟我欲擒故纵。没有爱就没有恨，承认吧，你从一开始就是真的喜欢我。这样我大方点，我让你做大，让多冰叶做小。现在你可以回到我身边了。你什么意思啊？衣服脱了。啊，在这儿？怎么了，楚少？不是想让我回到你身边吗？那不得来点诚意？行，算你有自知之明啊！好，行了，就你那目不识丁的身材，我不感兴趣。哎，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但是他穿的是我的衣服，我就知道他是喜欢我的。哎，云天翔，小野来了，这么多年不见，长成大姑娘了。来，过来坐。来，各位，为了今天这个盛大的日子，大家一起喝一杯。小野，怎么不举杯？你这是对你母亲有意见，还是对我呀？哼，怎么会？如今盛世和我爸爸的命脉都掌握在您手里，我怎么会对你有意见呢？瞧你说的，这只是正常的商业交流。商场如战场，不讲人情，小鱼就应该被大鱼吃掉。没有更替，哪来发展？况且这3年，你也没让盛世运作起来，他是时候交到一个更有能力的人手上。一个没有参与过我人生的人，凭什么判断我的能力？我知道你的这家公司承载了你一些希望，所以你失去了客观，努力维护。希望不能当饭吃，一个没有利润的公司，那就是伟大不掉的累赘。很多人的人生都是被一厢情愿的希望给拖入深渊的。哼，是啊，但是我没有像云总这么精明，凡事都要计算利益，所以这么多年你一直维持着和傅慈梅的婚姻，他一定带给你很多利益，包括这场联姻。盛金爷，你还懂不懂大小？我已经知道你和于朝曾经有过一段，这或许是你今天这样说话的勇气，但这并不代表什么。一个成熟的男人一定知道什么叫做露水姻缘。婚姻从不是选择爱情，而是自己的臂膀。我相信于夫人也是这么想的。签了这份合同，你就可以离开了。签了这份合同，你就可以离开了。你今天居然敢来，一定有些别的打算。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打算，我猜都一定会失算的。爸爸跳楼的那一天，云天祥也是这样悠然的神情吧？难道3年过去，我还要任由他们一家人如此摆布吗？难道我要认输吗？不，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留别的后手？你当然有别的打算。哎，刚好楚少来了，你像3年前一样，
给楚少跪下，求他收留，我们云氏就会停止对盛世的干涉。哼！盛金爷，你还是得求我。你看，只要你乖乖听话，我还可以成为一次你的救命稻草啊！爸爸真是一箭双雕啊！盛金也下跪吧，只要你去和楚望下跪，于朝哥哥这辈子都会恶心你的。这是躲起来不敢见人了。曾经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盛金野呢？他们都说我盛金野是一个杂草，谁都想踩一脚。殊不知，我早已长出了荆棘，谁敢踩我，我就让他们流出鲜血。哼，云总，还真是给我指了一条好路。他妈的！他妈的！1个亿的项目还作数吗？作数，永远都作数。妈，想想办法，快想想办法！盛金野，你在干什么？你赶紧给我下来！当然是女承母业，当小三儿了。我倒要看看是哪家的姑娘敢这么大胆。于夫人您来了。就是你要当我儿子的小三，你母亲是怎么教育你的？我母亲就站在你身旁。她是你女儿？于夫人是这样的，她的确是我和前夫的女儿，但是在她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养过她了。她现在和我们家已经没有关系了。我是看在依然的面子上，才让她过来参加定亲宴的。可是没想到，她竟然干出这种阿杂事，真是家门不幸啊！大家不用大惊小怪。她说自己是小三，于朝并没有承认，她只是仗着自己和于朝曾经有过一段恋情，在这里一厢情愿罢了。原来你就是那个3年前因为于朝隐藏身份甩掉他的那个前女友。什么？居然是盛金野甩的他？不仅如此，他还是我玩过的小奴。这件事整个晋城人尽皆知。如此不堪，你哪来的胆子，居然还敢接近我儿子？我问你话呢，怎么敢做不敢回答吗？我没有胆子，我只有一个空瘪的肚子。你说什么？于夫人，你有尝试过在寒冷的冬天差点在自己母亲的家门口饿死的经历吗？我用我的生命做赌注，却没有换来一丝怜悯。所以这一次，我不用我的生命赌了，我要靠我自己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既然我有容貌，恰巧于小爷也能看得上我，何乐而不为？反正只有1个月，合约结束后我会主动离开，我也不会肖想于夫人的位置，我也不会给于家带来任何麻烦。好，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妈，云家要是不同意的话，那就退婚喽。不行，不能退婚！妈，我要是被退婚的话，我就成全城的笑柄了，我这辈子就毁了。妈，于夫人，咱们2家的婚事可是很早之前就定好的，你可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呀！你自己教出的女儿，闹出这么一大场荒唐事，我还没问你要说法呢。可是我没有养过她呀，她身体里流着是你的血，这是不争的事实。盛金野，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你满意了？还不够满意。盛氏集团，我绝对不会卖。1个亿的断亲补偿，我会给你们。于小爷，信守承诺。当然。那这件事情呢，我本身自己也有错，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婚约可以继续。所以，你是铁了心要跟这个女人纠缠了？当然，你儿子我可是付过钱的。哼，逆子，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做出什么妖来。哎，等等我一起回嘛。哦，对了，你们继续。云长哥哥，站住！你自己还不够卑微吗？那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呀？都怪妈想了个馊主意。你爸爸是于夫人的救命恩人，这个婚约不会变。妇人之见，我只要确定的结果，在依然未成为于家少奶奶之前，一切都有可能。我这不也是想着让这座火山爆发，免得给以后添隐患。可我没想到这盛金野他这么有种，不怕我们，更不怕于家。你可别忘了，她是盛情的女儿，她骨子里面流着的是孤狼的血。你把她逼到角落，她不是自裁就是反扑，绝对不会给敌人求饶。我只是没想到，这个小狼崽子居然没有和他爹选择一样的路。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既然木已成舟，那就以情动之，封住他的嘴巴，掰碎他的牙齿。若是这样也行不通，那就彻底毁灭他。他们父女俩是有才华，可是不够狠啊。所以他们的才华只能注定为我铺路，而他们将永远成为我脚下的尸骸。楚王哥哥，你会帮盛金野吗？帮？你知道怎么样能够让一个人永远留在你身边吗？就是让他变得弱小，这样他就会永远需要你。那你的意思是，你要得到盛金野？楚哥哥，难道你不要我了吗？他既然是干净的，我为什么不要他？啊，如果你要接受不了的话，那你现在就可以滚了。可是，他和于小爷发生关系了。懂个屁啊！这叫什么？这叫镀亲。要是于朝没碰过他，我还觉得没意思呢。饭要蒸着吃才香。我要让于朝知道，盛金野心里
到底是属于谁的？上车，小情人。上车，小情人。上车，姐姐。抱紧点。出发喽！饭花吃了，还是说盛小姐对我余情未了啊？不必了，我自己走。合着我这钱白花了，想给人当免费的司机都不行。盛小姐，你是不是看我年纪小欺负我？又没到账。银行到账1亿元。现在可以了吧？合约生效，上车。唉，行吧。去医院，谢谢。好，去紫荆别院。于朝，我说了我要去医院。人前叫我于小爷，人后叫我于朝。盛小姐，你还真是两副面孔。反正我必须去医院。医生说咱爸需要适当刺激，咱也用不着用繁衍生命刺激吧。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去。我要下车。哎呀，好了，医院那边已经吩咐人去照顾了。你明天还有一场恶战要打，所以晚上好好休息。看你的黑眼圈，我可不想你猝死在我的床上。你不去，我可毁约了啊！行吧。到了，宝宝。我下车了。这是你家？怎么样？还满意？我满意什么？这可是我为了迎娶你妹妹专门准备的爱巢，当然得顾问一下你这位姐姐的意见喽。这么在乎我这位姐姐的意见，你还挺孝顺。客气。不过，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不开心呢？吃醋了？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不敢跟你的妹夫对视啊？于朝，你真的很无聊，这不是我一个情人该关心的事情。盛京爷，你就承认吧，你分明就是吃醋了。随便你怎么想，我要休息了。老婆，3年了，终于把你带回我们的家了。谁吃醋？要不是迫不得已，我才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念什么呢？忘了告诉你了，你今天晚上很漂亮。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干点正事了？于朝，你不是今天晚上让我休息吗？运动一下，才能睡得更香嘛。
都10点了，该死的于朝都不叫我。谁给我卸的妆？男鬼卸的，还是个帅气的男鬼。你不觉得今天很清爽吗？昨晚我们那个以后，你就昏睡过去了。是我亲自帮你上药清理的。你什么意思啊？我还把床单跟被罩给换了呢。忙到了大半夜，哎呀，我这腰都快断了，你帮我揉一下。我要洗漱了。这是你给盛依然准备的吧？啊！怎么？你家连草莓味都是遗传的？你讲话能不能有一句正经的？我要是正经的话，你昨晚能睡得那么满足吗？你喏，这些全是你喜欢的牌子，收拾好了来卧室换衣服。他什么时候准备的？衣服我丈量过了，还是原来的尺码。你放心，我才刚吃饱，还不饿。客厅等你哦。好好一个人，偏长了一张嘴。走吧。怎么了？没什么，上车吧。好，麻烦您快点。盛金野，你下次再敢对我说“您”这个字，我就直接亲你。不说了。真是可恨。真不要我上去？不用，你忙你的。除了和你做那种事情，我好像没有其他什么要忙。这3年你也没少闲着吧？当然啊，毕竟我年轻，火气大嘛。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还有心情关心这个？那你继续忙好了，毕竟呢，我们是合约关系，你不用替我守身的。那可不行，我不喜欢带那东西。毕竟其他女人不像盛小姐这样不育。哼，这还成了我的优势。没错，在别人眼里是缺点，在我这儿全是优点。我下车了。喂，你要是遇到危险，喊一声“老公救命”，我就会马上出现。不必了，谢谢。既然你来了，怎么样，成了吗？应该算是成了。真的，既然你太棒了。对方是谁？实力有没有比云氏集团强？其实这个人吧，你认识。谁啊？就是于朝。你的那个奶狗弟弟。其实他隐瞒了身份，他真正的身份是晋城大少。什么？
晋城大少不是楚望吗？对，自从他回来公开了身份之后，楚望就退居第4了。不过他这次回来应该是和盛依然结婚的。他怎么可以这样啊？要是当初他没有隐藏身份，哪还有后面的事？命运的安排就是这么阴差阳错。而且以我的自尊心来想，一开始知道他的身份，我就不可能跟他在一起。所以无论知道还是不知道，结局都是一样的。那他也不能娶你妹妹啊，这不存心膈应你吗？不对，你把他抢回来了，你们两个旧情复燃了？没有，我是他1个月的情人，1个月过后他还是要结婚的。不过他给了我1个亿，这买卖不错吧？你接受了？当然了，现在公司这样，这笔钱就是我们救命稻草。金野，你现在应该很难受吧？怎会呢？从3年前去求楚望开始，我就放弃了一切，自尊、品德和一个女人对爱情的憧憬。从那时候起，我的眼里只有2个字，就是强大。让敌人笑，让我们哭，才是我最悲伤的事情。可是……好了，珊珊，不说这些了。有1个亿就足够了。那你打算怎么做？先和傅子梅谈判，看他怎么说。如果他不愿意的话，我们就找晋城最好的律师团队，跟他死磕到底。敢和云氏这种企业叫板的，应该只有金朝律所了。金朝？怎么了？哦，没事儿，叫他们吧。傅子梅，我们见一面吧。盛金野，如果你是来和我道歉的，那就跪下，否则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哼，这是断绝关系声明书，请你签字。什么意思啊？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我给你1个亿，永远的滚出我和我爸的生活，再也无权干涉盛世；要么我们就继续斗下去。我想媒体应该对你和云天祥婚内出轨，怎么占据我爸的股份，怎么逼我爸跳楼的故事非常感兴趣。哼，我婚内出轨，你又磊落多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抢走你妹妹的未婚夫，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你猜多少人会愿意和你这种私德有亏的人合作？那不一定，这世上只爱慕强者，像你和云天祥这种垃圾都能好好活着，我为什么不可以？你姐姐怎么能这么说妈妈呀？姐姐，这么多年我真的很想你。如果我知道于朝哥哥是你的前男友，我绝对不会跟他结婚的。可现在我已经爱上他了。从此以后你就不是我妹妹。姐姐，难道你也要抛弃我吗？就像命运抛弃我一样。命运抛弃你？对啊，你忘了吗？我从小就体弱，我有严重的心脏病，妈妈只是为了给我治病，所以才选择带我去云家。你知道的，云家的医疗机构是最好的。我当然知道，但我也不会忘记你们所有人见死不救。姐姐，我知道你在恨我们，是我抢走了你的幸福，但是你也抢走了我的健康啊。盛依然，我希望你可以明白一件事情，无论是我和于朝的感情，还是我们的出生，先来的人都是我。谈什么我抢你的？姐姐，我求求你了，把于朝哥哥还给我。姐姐，
我可以什么都不跟你抢，可是唯独于朝哥哥，我真的很爱他。姐姐。我没有想跟你抢于朝，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不会再有可能。那如果我劝爸爸让他收回对盛世的制裁，你可不可以把那1个亿还给于朝哥哥，带着你的盛世永远离开晋城？哼，看来于朝对你们真的很重要，连垂涎已久的盛世都可以放弃，也是嘛，毕竟是晋城的第1家族。于朝只是和你玩玩而已，你以为他真的不介意你的曾经？于夫人也不会同意你进于家的门。我劝你见好就收，不要笑想其他。你们把我当傻子吗？你什么意思啊？先假意投降，再软刀子割肉，这招你们已经用过太多次数。先让我放松警惕，再支开我，哼，然后让我孤立无援，再一口把我吞掉。像你们这种只有兽性的东西，会舍得一块肥肉吗？不，你们只想都要。别在这里反客为主，好像给我一条路似的。你们给我的只会是死路。今天要做选择的是你们，不是我。盛金野，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别以为于朝现在愿意和你玩玩，你就有了筹码。你可别忘了，于家是谁在做主？于朝他只有钱没有权，只要于夫人不点头，他也不能拿云家怎么样。云夫人就这么低估我呀？作为云氏的第1合作商，我对你真的很失望。这不是严董？我只是于小爷的话事人，威森医疗的实际控股和创始人其实是于小爷。怎么？现在我们亲上加亲，云夫人这是不高兴啊？没有。刚刚于朝哥哥听到了盛金野的那番话，他应该不会再帮盛金野了吧？于朝哥哥，原来这么深藏不露啊！你果然是全晋城最优秀的男人了。我知道我很优秀，所以想要成为我的女人，你就给我忍着点。不管我和盛金野今后的关系如何，但在这1个月里，他是我罩的，谁敢找他麻烦，就是在打我的脸。我现在给你们1个小时的时间，立刻让盛世恢复正常，否则我立马取消和云氏的所有合作。不行啊，我的意思是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我们只不过跟小野开了一个玩笑而已。还有，我给盛金野的钱是我给他的辛苦费，谁敢动，我让他没命花。现在立刻签字，去公证处公证。从现在开始，盛金野就再也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还有，盛世是盛金野的父亲在你们离婚之后所创建的，你们离婚以后，你就没有给盛金野支付过任何1分抚养费，所以这家公司就算未来进入世界500强，和你们也没有任何关系。你们休想来分走1杯羹。他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于朝哥哥，你怎么这么帮姐姐啊？你这么不就是想娶她吗？这话我可没有说，这好像是你说的吧？记住，就算没有盛金野，也会有盛明野、盛后野。像我这样的男人，注定彩旗飘飘。接受不了，就趁早滚蛋。都没意见了吧？走吧，我的小情人。于朝哥哥，妈，现在怎么办？于朝哥哥原来是我们家最大的合作商，如果于朝哥哥执意要选择盛金野的话，那我们家可就完了。不可能，你爸爸是于夫人的救命恩人，这婚约不可能退。盛金野，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我们就这样走了，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难道我还需要看他们脸色吗？怎么事情解决了你还不高兴啊？这不是你想要的？我就是有种很不真实的感觉。人类背上再沉重的石头，在大山面前啊，也只是一粒尘埃而已。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做你的靠山。可是我的人生经历教会我一件事情，就是人生什么都要靠自己。一旦我们合约结束，盛依然成为你真正的妻子，他们还是不会放过我。那我们就可以一直在一起了。要不要考虑一下，把我抢回来，当你的老公？不必了。你现在都已经和他们断亲了，难道我还没有他们重要吗？就算不是盛依然，还有别人，他们都比我合适，至少他们可以给你个孩子，不会给你带来任何不好的言论。盛金言，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总是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你会连你脚下的方寸之地都让出去的。可是你不是别人。你刚刚说什么？我没有听清，你再说一遍。我的意思是，你是晋城第一家族，而我的手里只有一个快破产的公司，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那如果你也变成晋城第一女总裁呢？什么？我可没有说要帮你啊，你自己想想办法，成为能配得上我的女人，说不定到时候我就能原谅你的所作所为。这又是什么新鲜招数？我该回公司了。还是很不错的嘛，很有上进心。看来某人啊，要去给自己赚老公本了。记得想我。于小爷好像很爱玩爱情游戏，床上游戏更喜欢。再见。盛金爷，千万别沦陷进去，很危险的。金爷，他们都走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恢复经营了？他们倒是还挺迅速的。你们怎么谈的？他们真的会这么乖乖收手吗？至少这个月会。为什么？因为我新的靠山是于朝。你是说，是于朝帮你解决的？对，他其实不是只靠家族的二世祖，还是云氏集团最大的合作商。全球排名前10的威森医疗的实际控股人就是于朝。天哪，这何止不是二世祖，这简直是行走的印钞机啊！这藏的也太深了。不过我不明白啊，他为什么又要跟盛依然结婚，又要来帮你？这简直自相矛盾嘛。或许他就是不想让别人掌握他，从而看不懂他吧。这样刚好别人也不了解他。那如果你也变成晋城第一女总裁呢？什么？我可没有说要帮你啊，你自己想想办法，成为能配得上我的女人，说不定到时候我就能原谅你的所作所为。珊珊，你说如果我不让步的话，能赢吗？当然，金妍，你花了3年把一手烂牌经营成如今这样，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你还差一张王牌。王牌？于朝算是一张，如今你还差一张，就可以称霸这场牌局了。金妍，你仔细想想，迄今为止最阻碍你的关系是什么？最让你害怕的角色是什么？你只要找到他，学会和他对话，你就会跨过你面前最大的鸿沟。那无疑就是我的母亲，她几乎毁掉我的一切。其实
他毁掉的是小时候的你，那个时候的你如此弱小，所以他给你带来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但是现在你长大了，你应该走向新的生活。故事里的主角不再是他，而是你。盛金爷，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总是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你会连你脚下的方寸之地都让出去的。好，那以后我做我故事里的主角。怎么了？昨天的事情上新闻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热度啊？这是请来的水军吧？先是股东退资，再是暂停经营，现在又是舆论风波，还有那几个最主要的合作商可能会立刻和我们取消合作，让我们赔偿天价的违约金。不慌。什么意思？既然我选择走这一步，那我肯定会知道它的后果。只不过，我要做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什么？借东风。如果金丝雀的目的就是攀高枝，那么一辈子只能做一个金丝雀，一旦没有给雇主提供好的情绪价值，就会惨遭抛弃。但是，一个聪明的金丝雀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就是狐假虎威。找几家媒体把这件事情大肆宣扬，并且标明我的妹夫就是晋城大少。我倒是要看看，跟我取消合作的人多，还是稳上来的资源更多。好，但是这是一步险棋，相当于直接和瑜伽叫板。不把自己置于险境，又怎么能打赢一场翻身仗呢？我只有1个月的时间，我相信生活一定会给我盛金野一条出路的。好，我立马去做。原来是楚四少啊！你说什么？抱歉啊，我们这儿没有预约，不能擅自来总裁室，请你出去。别装了，你们盛世集团应该都没什么人了吧？不然我怎么可能这么轻而易举的就上来呢？你，珊珊，不要理他，去忙我安排的事儿。哎，沈金野，你不会是在做破产清算吧？啊？哎，网上的新闻你看了吗？这次你捅的娄子可不小啊！哎呀，估计不一会儿就会有你的合作商来找你解约啊！现在啊，你只有求我，宣布跟我复合，才能稳住局面。盛金，我跟你说话呢，没听见吗？理我！把手拿开！哎，不拿，不拿，不拿！你能把我怎么？啊！盛金野，你怎么敢扎我？你自己听不懂人话。我告诉你，你信不信我马上通知晋城商会联合封杀你啊？你吗？楚少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咬人的狗不叫”？楚少如此破防，心里应该很清楚，你已经拿捏不了我了。盛金野，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跟我玩欲擒故纵的招数。你能不能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当初是找你，是因为父慈媒把我逼到了绝路上，他们让我攀附你，那我去攀附给他们看好了。你只是我拿来赌气的工具。这些年，无论是从人、地位、金钱，你没有一点点是让我欣赏的。我从来都不喜欢你。你骗人！少骗我了！我告诉你，你就是喜欢我啊！少跟我逞强！你能不能不要像一个怨妇似的上蹿下跳？这样只会让我更讨厌啊！楚少，在你眼里我不就是一个落魄千金，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吗？请你保持
对我原有的判断。行了，盛京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以为有了于朝就有了底气啊？你看于夫人都不正眼看你，就这事儿，你以为她不会插手吗？到时候可别查无此人。我是死是活跟你有什么关系？灵堂哭丧装孝子吗？啊？好，盛京野，我告诉你，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可没了。滚吧，不需要。行，今天我就把话放这儿了。你但凡能嫁进于家，我直播剁屌。神经病吧？盛总晚上想吃什么？不想吃饭，想喝酒。你还真是个酒蒙子。那你陪不陪我？盛总发话，不敢不从。等你下班。好。于朝，你会怪我吗？贵宾晚上好，这边请。你是想要喝死我吗？毕竟女人不醉，男人没机会。那你先喝倒我再说。干！你醉了？我没醉，怎么可能会醉？好，好，好，你清醒着。于朝，3年，你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盛京野，你实话告诉我，这3年有没有想过我？想，每时每刻都想。你说真的？真的。毕竟啊，你还是有点姿色在，我当然想。那我现在的姿色还能不能打动你？当然可以了。那你能不能吻我一次，像以前那样？叫我什么？查找。沈京野，我也好想好想你。好温暖。哦，沈京野，我知道你嫉妒我的美貌，也不至于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我吧？谁让你抱着我？我又不是小孩。哼，合着我对你恩爱还是我的错了？你还知不知道好歹？恩爱，我们昨晚有哟，你真当我有10个腰子啊？哦，那我自己的衣服呢？都是口水，我给换了。你，于朝，你以后不要私自换我的衣服，我也有自己的隐私的好吗？你身上那几斤几两的肉我还不知道啊，大概300克米饭。于朝，你错了，流氓！我错了，电话。小爷，你和嫂子上热搜了，妈见打系列。这新闻谁发的？
是我。你故意的？是。所以，我这是被你算计了。行啊你！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一个金丝雀，一个情人，于小爷还奢望我有什么好人品？不是说一直要和我划清界限吗？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怎么这会儿学会了顺杆子往上爬了？不用白不用，反正1个月后你就是别人的人，我为什么不早点为自己筹谋？你如果觉得我太狠毒，我们可以合约解除。圣经爷，你这个小脑袋瓜终于灵光了一次啊！以前很多东西你明明可以用，但你总是不屑于去用。你要是早点学会这招借力打力，你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你不怪我？怪你干什么呀？我这个人呢，不就是拿来给你用的吗？于朝，不过你知不知道我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极度的心狠手辣。这件事情啊，要是被她传到耳朵，你和我可能会被抛尸荒野。啪啪啪。不利用你，我说不定早就死了；利用你，我的死期还不知道呢。能活一天是一天。再说了，我现在是你的人，至少这1个月，你会保护我的，对不对？这可真是一个大活儿，你得让我尝到甜头才行。什么甜头？于朝，停一下！停不下来。公司电话。真没意思。喂，珊珊，怎么了？金爷，这下我们赌对了，一些合作商不仅没有和我们取消合作，还要和我们增订合约呢。他们要做我们第1次合作商。真的吗？那太好了，我一会儿就来公司。怎么了，金爷？没事。得了吧，你现在跟你那个奶狗弟弟在一起吧？没有，你俩自从分开呀，你都饿了3年了，这简直是灭绝人性。行，公司的事你不着急啊，你吃饱了再来，拜拜。珊珊，于朝，都怪你。昨晚我为了不趁人之危，都饿了1晚上。早上我再吃一个早餐不过分吧？杨，不过什么叫饿了3年啊？你和楚王没有过？你听错了。不管你们有没有过，从现在开始，你只有我这一个男人。我送你。不必了，最近肯定会有媒体蹲守，咱俩来往太过亲密，就不是我单方面勾引你，对你形象不好。这么为我考虑啊？是不是还喜欢我？我走了。于夫人，你看，这些媒体我查过了，说这些消息是盛京野放出来的。还有这个，这是昨晚于朝哥哥和姐姐在大庭广众下热吻，也被拍了下来。他们好大的胆子！
其实这也不全是于朝的错，盛金野比于朝大3岁，肯定是盛金野先勾引他的。现在他还放出这些消息，这不是想上位是想什么呀？你自己的女儿，你管教不了吗？我管了，可是没想到这于小爷是我们云氏集团最大的合作商威森医疗的创始人。他说我们要是敢为难盛金野，他就跟我们取消合作，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婆婆，其实像于朝哥哥这样的男人啊，在外面沾花惹草我都能理解的，不过现在闹得人尽皆知，再加上姐姐的声誉，这特别影响企业形象啊。这有句话我听楚少的女友讲啊，听说我姐姐她好像有性病。你说什么？快去给你婆婆倒杯水。好。来，婆婆，喝水。我这就去会会他们。金野，珊珊，你把今天要签的文件拿过来。好。4个小时，看来你的奶狗弟弟威力不减当年啊！珊珊，你不要。金野，你这不会是有了吧？怎么可能？你忘了，医院白纸黑字说我不孕，应该是鸡屎。帮我倒杯水来啊。金野，我说真的，我觉得他好像对你挺上心的，或许他不是只想跟你玩玩。我说实话，自从你接手盛世以来，咱们还没有这么顺利过呢。果然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啊！要不你俩重新在一起试试？交易就是交易，我现在整个脑袋都悬在脖子上，你真的想让我查无此人吗？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哼。这是于朝的妈妈。珊珊，你先出去一下。可是没事没事，这一天总归要来的，我去外面候着。于夫人请坐，我去给您倒水。没想到你眼里还有长辈，不像宴会那天如此目中无人。做长辈有做长辈的样子，我们做小辈自然也有做小辈的样子，只不过我这个人看人下菜碟，像傅慈梅那种人不配。不过你想要当我于家的女主人，这点还远远不够。我没有这种想法。没有这种想法？那今天的新闻不是在公然跟我叫板吗？告诉你，你要是想以退为进，打入于家内部，你可就打错算盘。于夫人，你误会了，我是被逼无路，不得已才依附于人。我父亲3年前跳楼成了植物人，这家公司是他的心血，也是他的精神支柱，我必须要保住他。请您原谅一个走投无路的女儿。于夫人，你怎么了？这水有问题！你竟然给我下毒！不可能的，于夫人，于夫人，于夫人，发生什么了？珊珊，快叫救护车！好，不会有事的，金妍。
于朝，对不起，伯母她刚才吓到你了吧？有什么事情等手术结束之后再说，不要担心了，我们要相信医院。于朝，你就不怪我吗？盛金野，你胡说什么呢？你当我是第一天认识你啊？过来，乖乖坐好。你们谁是病人家属？我是。他现在过敏性休克，还有贫血病史，现在急需输血，医院血库不足。你们谁是 O 型血？我是。请跟我来。金野，没事，放心了。这里面是有什么事情吗？还是等金野自己说吧。那我们开始了。嗯。吃点儿。盛金野，谢谢你的义无反顾。没事儿，一点血而已。你快松开我，你快把我勒得喘不过气。于夫人醒了。妈，于夫人，慢点。妈，你怎么突然过敏了？我是因为喝了他给我的水，没想到你要置我于死地，倒是我小瞧了你。妈，我不是故意要偏袒他的。首先，他怎么会知道你对有机碘过敏呢？其次，刚刚医院血库告急的时候，是他给你输的血。谁知道他是不是打一个巴掌在装好人呢？在你面前总归是要表演。你说我说的对吗？您说的对。好，那你说说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于夫人，听说云天祥是您的救命恩人，所以你才和云家联姻。所以你的意思是想让我把盛依然换成你？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云家对于家有帮助，况且感情是随时会破灭的火焰，只有利益才是牢不可破的城墙。我是想让于夫人成为我的靠山，我成为于夫人的刀。很好，如果你不敢承认你的野心，试图打感情牌，我反而不会再和你对话。你既然这样现实，倒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不过你当着于朝的面这样说，就不怕他伤心？他年纪轻轻就创立了威森医疗，想必他不是沉迷于感情的人，更何况我觉得他比我更深谙这个道理。哼，那你就真的想错了。妈，新闻的事情我就不和你计较了，但是想要我成为你的靠山，这么点血远远不够。我知道。你必须拿出你的实力来。您什么意思？我秦诗晴30岁丧夫，被人称作商界黑寡妇。我能在男人堆里杀出来，靠的是我不服输的勇气。能入我眼里的女人，从来都不是什么乖乖女，而是时时刻刻都在学习强大的人。不快的刀，废铁一脱。您放心，1个月后我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卷。出去吧。不过你要想清楚，成为我的人以后，你和于朝就再无可能。他值得更好。
妈，谢谢。哟，我什么时候能从我这不可一世的儿子嘴里听到句谢谢？我这也是第一次看到晋城黑寡妇有心软的时候。这辈子啊，能拿捏我的也就只有你了。不过，他都为了前途不要你了，你还要为他打算？那当然，她是我自己亲手栽培的玫瑰，我宁愿见她灼灼如妖，也不愿意见她黯淡枯萎。她应该找到自己的花园，去实现属于她的理想和抱负。你呀，真是没救了恋爱脑。我这个恋爱脑不也是被你遗传的吗？拿去吧。这是什么？傅翠梅和盛依然对我下毒的证据。你不是一直在暗中调查云氏吗？有了这个，足以让他们罪加一等。你一直都知道啊？我的儿子，我还不了解吗？安静的时候必然在作妖。你又是成立金朝律师所，又是假意妥协，忽然回国订婚。哼，我要是再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就白活了。这辈子啊，能让你妥协的人，除了盛京野，还有谁呢？妈，你别这样说，你对我也很重要。是吗？我可没有让你像我想的，天天吃药拯救自己，难受到整个人躯体化住院。朝朝，你是妈妈身体里掉下来的一块肉，我怎么会为了什么狗屁家族利益，眼睁睁看着你去死呢？你知道我和爸爸为什么给你取名叫于朝吗？就是希望你像8、9点的太阳，永远朝气蓬勃。你若暗淡，妈妈的生命里也没有光了。你是妈妈的宝贝，不是妈妈的工具。妈，谢谢你。臭小子，就知道天天气我。盛小野要是有像你这样的妈就好了。他会有的。您这是接受他了？从来没有什么不接受的。其实我很早很早就想让她当我女儿了。之所以这样对她，是因为如果她连我这关都过了，未来就再也没有人可以欺负她了。那你的身体呢？没事儿，这就是我对她的考验。哎呦，没事就好。可是你啊，你可不要露馅。这1个月不许你去打扰她工作，让她自己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她的必经之路。我会的。行了，你去忙你的吧，我先休息一会儿。好，那你好好休息。好。进来吧。我和盛京野有没有血缘关系？这是 DNA 检测报告。吓死我了！这孩子和我年轻时候这么像，我还以为是我那不负责任的老爸留下的什么风流债呢，还好不是。夫人，也许这就是你们的缘分呢，说不定上辈子你们还是一家人呢。也是。这孩子，我第一眼看他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但是我又想不清楚在哪儿见过他。哎，刚在抽血的时候怎么昏过去了？他患有贫血症。我们调查了他过往的病历，发现他从8岁到16岁一直在给他妹妹盛依然输血。那个时候他父母应该已经离婚了吧？根据当时医生的回忆，他是由他母亲带过来的，事后他母亲只给他一块面包吃，就把他妹妹带走了，把他一个人扔在医院里，让他走回去。那他没有不愿意吗？他是为了他妹妹的健康，
不过他妹妹其实没有病。什么？另外，通过血检，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儿？快说。谢谢徐总，合作愉快。盛总能挺过那么多次危机，是个强悍的角色，有当年于夫人的风貌，前途无可限量。徐总谬赞了，不过我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呢。好，那我徐氏愿意和盛氏一起齐头并进。谢谢徐总。徐总，我送你。哎呀，这一下午，金妍啊，你不高兴啊？没有不高兴。可是你和于朝，人生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情啊？更何况我盛金野，可是这1个月我们就不见面了。怎么了？于朝他不要我了。金妍，你这是来得早，还是一宿没睡啊？我在做资料和企业方案，今天下午还要去谈合作，安排的比较满。我的姐姐哦，你这半个月都抛在公司，你不要命了？我怎么可能会不要命呢？我这不是有续命神药。你怎么了？没事，就是心跳有点快。你这熬夜加咖啡因，简直是猝死套餐。你不怕猝死啊？看你的黑眼圈，我可不想你猝死在我的床上。失败可比猝死更可怕啊！好了，我要和王总谈合作了啊！爸妈，现在到底怎么办呀？我和于超哥哥婚期马上就要到了，可是这盛金也怎么一点都不受影响，这事业反而蒸蒸日上。要是这样他爬起来了，我们家还有什么优势啊？这我哪知道啊！这于夫人明明都已经住院了，这盛金也倒好，去给她献血，还让她当了好人。这于夫人最近对我们避之不及，再这样下去必生其乱呐！既然他把我们的警告当成耳旁风，那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我倒要看看这一次他能不能化险为夷。师傅，尾号是……你们是谁？放开我！放开我！原来是你们。狼崽子就是狼崽子，到了这一刻，那眼神里还充满了不服输。可惜你太锋芒毕露了，又不听劝，我们只能送你上路。你们想要杀掉我？意思明显呢。云天祥，你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的产业，就要因为我一条命而葬送了吗？你听过一句话吗？狼若回头，不是报恩就是报仇。我都让你看到凶手的脸了，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会放过我吗？至于说我的产业，你知道我的医疗机构每天要送走多少人吗？处理了你，找个理由就行。你要是有这个胆，有这个本事，你当初就不会留我爸一条性命。如果不是当初你爸要去跳楼，让媒体注意了，你觉得我会让你爸活到现在？至于你，还有点利用价值。不过现在我已经掌握了盛情的商业规律，也掌握了他留下的人脉。
你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用。哼，姐姐，要怪呢，就怪你命太硬，太贱，你也太那啥了。姐姐，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心脏病，我身体特别健康。姐姐，还记得小时候给我输的那些血吗？我全都扔掉了，我拿去喂狗了。你说什么？是你逼我手染鲜血的。你知道我最厌恶你什么吗？我最厌恶的是你的挣扎，你的要强。为什么你每次都能起死回生？就像你那个窝囊废爸爸一样，永远学不会低头。事到如今，都是你逼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盛依然，就算这个家庭，无论它多么破碎，我都把你当做我的妹妹。现在看来，是我自作多情。妹妹？谁是你妹妹？我和你流着不一样的血。我爸爸，他是我亲生爸爸。什么？你不要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你爸爸没用，我凭什么不能找其他男人？哼！该送他上路了。住手！我看谁敢动我余家的人！于夫人，于朝哥哥，你们怎么过来了？于夫人，您刚才说姐姐是于家的人，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啊？放开！于朝，你怎么来了？你不是不要我了吗？我怎么可能不要你？一直都是你不要我的呀！我先把你解开。你先坐会儿。于朝哥哥，你要干什么？你刚刚说你不是盛金野的妹妹对吧？我依然，于朝哥哥，你怎么可以？你刚刚不就是想拿这把刀去伤害他吗？刀不扎在自己身上，你怎么知道痛啊？难道我还要继续留着你，给你去伤害他的机会吗？你们别忘了，我们余家想要处理掉一个人，比你们家更简单。疯子，你个疯子！你居然能为了盛金野做到这个地步！你这样会坏了你的家族的。于夫人，你不能让你儿子这么做下去。你说的对，所以我要跟我儿子一起做。天翔，爸爸，天翔，秦世清，我是你的救命恩人。正因为如此，我捅的才是你的肚子，不是你的心脏。
盛金野是我余家的一份子，就是我的手足。你砍我手足，还不允许我还手吗？爸爸，秦世情，你这个狠毒的女人，有本事你就把我们全部都杀了，不然我让你们全部都去坐牢。杀了你，谁去坐牢？你说什么？这里面是你们云家犯罪的种种证据，这里面包含了你们违法经营、坑骗国资、职务侵占的种种证据。当然，里面还有一份你们杀人未遂的记录。当初盛金野的爸爸不是真的跳楼，而是被你傅慈梅下的毒，引发失智，然后再被盛依然给推了下去。不过就算是这样，他为了保护盛依然，在最后拥有神智的时候，也不愿意说出真相。什么？你们自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不过是在利用别人的善良。如果不是为了早点调查清楚真相，你们早就该死了。我爸爸是被你推下去的。我爸爸是被你推下去的。金言，你不要听他们胡说，不是这样的，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傅慈梅，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你以为有这些文件就能治我的罪吗？我背后的律师团队是今朝律所，他们会为我辩护无罪的。如果不是为了调查清楚真相，我何必要成立今朝律所，成为你云氏的左膀右臂呢？你说什么？到现在你还不知道今朝这2个字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今朝成立3年，我早就应该想到了，没想到我天天自诩高明，居然被你这只雏鹰给啄了眼。今朝律所是我在3年前成立的，那一天是盛金野突然跟我说分手的日子，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真心，所以那一天更应该是盛金野你向阳而生的日子。我从来没有想要当他的王子，我只想要当他的骑士，护送他去戴上属于他的王冠。盛小野，我怎么可能会舍得离开你？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谢谢，谢谢你还爱我，我也是。坏女人，你终于说了一句我爱听的。盛金野，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你别忘了，你爸爸还在医院里躺着，只要我一声令下，他一样得死。你的人已经都被我们清理掉，现在那家医院已经姓余了。怎么可能？你们怎么可能速度这么快？是你们太慢了。喂，好的，我知道了。医院那边传来消息，你爸爸醒了。真的，真的。那我们俩赶紧过去。把他们带走。爸，我的女儿。爸，我真没想到你居然还能醒来。我不醒过来怎么办呢？我好奇这段时间照顾你的女婿长什么样啊？他不是你的女婿，他啊。盛金野，你是不是忘了我之前跟你说的我1个月之后就要结婚的事儿？只是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那个新娘就是你。
没错，不如我们来个双喜临门。啊，是你！原来我爸爸才是于夫人的救命恩人，难怪云天祥害怕真相被揭穿，一直要置我爸爸于死地。还好真相大白，不过你是不是应该改个称呼啊？于常，你说，你是不是威胁伯母？他怎么对我态度转变这么快啊？啊？说什么傻话呢？我和于超说过，我很早很早就想你当我女儿了。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那根棒棒糖吗？小超，把糖给姐姐送过去。喂，好的。于朝来了。原来那根棒棒糖是您让于朝拿给我的。原来我一直都是被祝福的。当然了，只可惜后来我们再去找你，就再也找不到了。没想到你们还是会遇到彼此。今夜你们两个我从来都是祝福的，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重生，恭喜你，今天拥有一个新妈妈了。妈，哎，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心肝宝贝，我会把我毕生的经验全部传授给你，让你成为全晋城最耀眼的女人，让于朝啊一辈子仰望你。就算他什么都没有，他也会是我一辈子的光。好啦，你这个追光灯转世的，赶紧把你老婆娶回家吧。不行，我反对。他们不能结婚。这人谁啊？这么严肃？就是，人家郎才女貌，轮得到他这个丑八怪去反对？楚望，你过来干什么？你们楚家不想活了是吗？于夫人，我是为了你好，我不想你们所有人都被盛金也骗了。他有不孕不育症，你们于家难道不想要子嗣了吗？女儿，他说的是真的吗？对不起，这段时间一切都太快了，我把这件事给忘了。于朝，如果你介意的话，我当然不介意。再说了，我这不是已经有宝宝了吗？听到了没有？我儿子不介意。于夫人，于小爷发疯，难道你也疯了？我做事，什么时候轮得着你在这指手画脚？既然你嫌你的脸不够疼，那你看看这是什么？我女儿早就怀孕了。你怀孕了？啊，我也不知道。宝贝挺争气啊，真不枉你爹我日夜耕耘。于朝，你闭嘴！我们有宝宝了，我们有宝宝了！这不可能！本来我打算晚点公布这个消息的，你非要贱兮兮的逼我说出来。现在爽了吗？骗我！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楚望啊楚望，没想到你的孩子居然是个枕头，活不行也不至于用这种方式攀比吧？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你居然从头到尾都在骗我！怎么有人这么喜欢找死啊？本来为了争风吃醋，才让你捡个小四当当。既然你不愿意，以后就当个乞丐吧。把他们给我轰出去！盛金爷，你要是再不挽回我，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了。他脑子有病吧？别管那个枕头了，老婆，我们的结婚仪式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了？等一下，于朝，你说你想让我重新长出我的刺，可你不怕被我的尖锐扎伤吗？
当我报之以热吻，又怎么会被扎伤呢？可你不觉得这样会不讨人喜欢吗？圣金爷，你知道吗？当小刺猬路过草莓园的时候，它的刺上只会扎满了草莓。所以如果你是一只刺猬的话，重要的不是拔光自己身上的刺，而是找到属于你的那片草莓园。那你是吗？尝尝。于常，你知道吗？人的心门这一生只会打开3次，一次是情窦初开时，一次是青葱岁月时，一次是人生低谷时。可每一次都只有你站在了门外，只有你。谢谢你让我这颗倔强的刺终于遇到为我而生的草莓园。